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有风。说到邮件营销的话，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话，这种营销方式的话非常的有效。今天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可以借助非常多的工具来大大提升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效率。那今天有风会教大家如何使用自动化邮件营销工具，叫做 Active Campaign。那从设置账户到创建你的第一个自动化营销活动，那后面的话，这个 Active Campaign 的话，有风就跟它为叫做 AC。说到 AC 的话，那等一下指的就是这个 Active Campaign， 因为单词太长了，我把它简写一下，那好记一点。那今天有风会从以下几个步骤来教大家。那首先我会教大家如何设置你的 AC 账户，如何导入和管理你的联系人，如何将 AC 如何将 AC 这个网站连接到你自己的网站，比如说你的 WordPress 网站，如何创建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登录页面。如何发送电子邮件？那如何创建自动化的一个工作流程？最后的话，如何使用 CRM 工具的话来管理你的潜在客户？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学习吧。Active Campaign 的话，它提供了免费14天的一个试用，那我们可以先试用一下，那觉得效果好的话，再考虑要不要付费。那我可以点击它这个按钮。那这里可以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可以点击一个马上开始试用。有风把这个邮箱填进来，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开始。这里的话，它要求输入你的一个名字，接下来输入你的一个电话号码，点击下一步。好，这里它会我们用过翻译软件，有风装了一个翻译软件，叫做一个沉浸式翻译把这个翻译软件打开，看起来的话，如果英文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工具。更好的使用网站。首先让我们个性化使用你的一个平台和体验。这里选择你有多少的一个潜在客户或者联系人，那你可以选一下。那这里他问你有多少员工，你这里根据实际情况填一下，你属于什么行业这里填一下。好的话，你目前使用什么电子邮件服务或营销自动化提供商？那如果你有的话，你这里不用选它，来直接点击下一步。这里需要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密码这里的话设置一下你的密码，点击带我到我的账户。好，这就是 CA 的一个后台。那左边的话有一些常见的功能，比如说联系人活动，如果你要发电子邮件的话，需要设置一些营销的活动这里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作流程。这里的话后面还有可以连接到你的网站，这里有个报告发送邮件后可以看报告这里有一个设置按钮。设置里面的话，可以设置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的头像你的名字电话等等等等。那如果你在使用这个 AC 里面遇到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联系客服。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在这里问他。如果你中文不好的话，你可以翻译成英文以后来问他这里随便点一下他们的客服的话，反应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把它关起来。现在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回到我们的一个 AC 的一个主页的一个后台，这个地方可以收起来这几个都可以点开收起来。好，我们首先点一下这个设置按钮。设置按钮的话，左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高级。高级里面的话，我们还是打开沉浸式翻译给大家看一下。设置里面它可以设置非常多一些基础的信息。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邮箱。这里的话填入我们的一个邮箱。它这个系统发邮件的时候，它默认就会显示你这个邮箱。如果你有你的一个品牌邮箱，那你的品牌的话最好用你的品牌网站的一个邮箱来发送邮件的话，这样看起来更有专业性。今天有风测试的话，我就用一个 Gmail 邮箱。这里我们点击一个提交。这里的话它会向我们的电子邮件发送一个验证。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电子邮件，这里打开它，我们去验证激活一下，点一下它。好，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已经验证好的，我们的一个邮箱已经验证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在那个地址栏里面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地址，因为 CA 的话它要求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地址。这个是它强制性的规定，你必须要填一个具体的地址。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实际的一个地址，这里可以选择你的国家、公司的名字、公司的地址，这里城市这里城市这里有风只是随便填了一下，填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增加地址。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这个外观设置啊，这里外观设置的话，我们这里的话有一个东西需要把它关掉。我们来到这个页面的话，拉到最底部，那我们可以增加你自己的一个 logo 上去啊，你把你的 logo 地址的话填到这里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填 logo 地址的话，那有风建议大家的话拉到你最底部，你把这个 CA 的一个 logo 给关掉，那不然的话，你每一次发邮件的话，它底部会带一个这个 CV 也是 Active Campaign 的一个 logo， 那我们把它关掉，然后直接点击一个保存设置。好，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联系方式，点一下这个按钮。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联系人，那也可以那如果你有其他网站的一个，那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联系人。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那增加一个联系人，那你可以手动输入一下联系人的信息，但是这样的话有点麻烦。那如果你之前在其他地方的话，也使用了一个邮件系统的话，它可以帮你迁移过来，你可以请 CA 帮你直接把它迁移过来。那不需要的话，你就选择这里不用，谢谢。增加联系人方式的话，第一个的话，你可以手动增加，那一个一个加。当然的话，你也可以从另外的，比如说你的第三方网站里面的一个系统里面，也可以直接导进来。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导入或者说导出，也可以点击这个导入。那导入的话，它支持连接的这些它支持连接从以下这几个网站进行一个导入。那如果你的信息的话，你的一个邮件列表在这里面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下，比如说你的在 Google 表格里面，直接可以从 Google 表格里面导进来，那里面这些你自己选。那也可以直接导入一个本地的一个文件。那如果有风的话，今天演示，那有风就用 GPT 来生成一些演示文件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可以直接把我的联系人粘贴进来。这里是它一个联系人的一个格式。那现在有风就用 GPT 来生成一些模拟的数据来试一下。叫 GPT 的话，帮我生成一些模拟的一些数据。好，这个就是 GPT 帮我生成的一些模拟的数据。那我直接复制一下它。好，现在的话在里面粘贴进来，还有点击下一步。好，它就会把我们这个模拟的数据的话导进来。导进来的话，我们这里需要选择一下字段，我翻一下。第一个对应的字段名字的话，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名字，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邮箱。好，这里没有问题了。第一个是名字，第二个是邮箱。我们可以把它增加到我们的一个主要联系人列表里面来，这里添加进来。当然的话，这里也可以增加一个标签。标签的话，比如说这群人的话，他是对 AI 感兴趣的，那我可以跟他弄一个标签叫 AI， 按一下回车。好，这里拉到最下面，直接点击这个导入。这里正在上传我们的一个数据。好，这里数据的话已经上传完了，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这里可以管理这个数据。好，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导进来的一些模拟的一些数据，上面所有的数据的话都是 GPT 随机生成的。有风这里只是做演示，第一个是通过表单，第二个的话是通过落地页。首先来通过一个表单来进行收集，给大家演示一下。点击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表单。好，这里的话可以为你的表单的话取一个名字。这里你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取。表单的话，它里面有几种形式。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内嵌表格，比较标准的一个表格。第二个的话可以浮动的一个表格。第三个的话在右下角你可以看到这个，它有一个表格。最后一个的话，中间会突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让你填的一个表格。这个地方的话 ，Actual 的它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增加到我们的一个列表。这里还有的话，增加到我们哪一个列表？增加到我们的主要联系人列表，我们把它选中。这里点击一个创建。这里的话，你还可以增加其他的动作。我们直接先这里点击一个创建。这里的话就来到我们的一个表单的一个设计页面。它里面提供了非常多这里面你想要的、你想收集的一些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姓名、图片等等。我觉得这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我们搞简单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改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不要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给删掉。这些我觉得不要弄得太复杂了，弄简单一点。这个名字的话，你可以稍微改一下它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们直接打字的话就可以更改。比如说我打上一个
双击一下它，这边就可以更改它的一个上面的一个文字，比如说我改成一个订阅我们 ，OK， 好，这里的一个好，这里的话，这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稍微把它精简一下，不要搞得太复杂，好，把它删掉。好，这里的话直接就输入一个 email 就可以了，让人家看到的话，这个页面稍微简洁一点。如果你弄得太复杂的话，人家可能就直接给关掉了。这个选项就是我们提交，点击了我们这个提交按钮，它会显示什么页面？比如说第一个是表示感谢，点一下它。第二个的话，你还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网页，那也没有问题。这里填入你的一个网页。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表示感谢 ，OK， 好，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整合表格，好，我们点一下它，好，这个表格的话我们就差不多的话就创建好了。这个表格它嵌到你的一个网站里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代码的话复制到你的一个网站里面，但是这样的话有点麻烦。有风不建议大家，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里面安装它的一个插件，直接的话就可以调用这个表格。好，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并退出。这个有表单的话，第一个表单的话我们就建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个表单的话，可以连接到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因为 WordPress 网站的话，那只有用户，比如说用 WordPress， 那有用户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注册信息以后的话，他就可以直接提交到我们这个 AC 系统。那这个是有风的一个演示网站，我是用 WordPress 制作的。那如果你们对制作 WordPress 网站，如果你不懂的话，有风之前做了一期关于怎么样用 WordPress 搭建一个网站。这个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兄弟们可以直接打开链接去学习一下怎么用 WordPress 制作一个网站，也是非常的简单。进入 WordPress 主页以后，我们打个斜杠，后面输入这个 WP-ADMIN， 可以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插件，点击一个增加插件，这的话我们可以搜索一下这个 AC， 我们需要找到它这个对应的插件，这个插件就是这个，大家这个 logo 的话一定要看对，你不要安装错了。这个安装的话差不多有7万个人安装，你不要点到下面这个去了，我们点着这个东西，点的这个 AC Form 就是表单，下面这个话是做电商的，那我们这次的话就用上面这个。立即安装。安装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启用，我们需要把它激活一下。好，这时候的话，我们点击这个设置，找到这个 AC 这个插件，这里需要填入我们的 API 的一个 URL 和 API 的一个 key。这个在哪里找呢？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一个 AC 后台，点击左下角这个设置，这里选择这个开发者，选这个，可以点击右边复制一下它。把它粘贴在这里面的 API key 的话，一样能复制它，粘贴到这个位置来。你可以拉到最底部，把它稍微更新一下这样的话插件就已经装到我们的网站了。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样式。点击这个所有文章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编辑，我们来试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文章页面。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个加号，加号的话，我们这里点击浏览全部。你可以往下面拉，一般的话是在最下面这个 AC， 直接点一下它的话，这个页面就加进来了。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选择一个表单的名字，好，这里后面不用管它弄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更新一下，我们来点击这里文章，查看一下左下角这里 ，OK， 就是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邮件列表，我们这里可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把我们邮件输入进来，点击提交看一下。好，现在我们来看我的 Gmail 邮箱里面有没有收到。OK， 也可以看到。好，这里可以看到。好，我们的一个用户注册好以后的话，他就会收到这个邮件。这个欢迎页面欢迎订阅，那说明的话，我们这个表单的话已经创建成功。那除了通过网站收集信息的话，我们还可以直接创建一个落地页面来收集我们的一个邮箱。那怎么创建呢？还刚才一样，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联系人，和刚才一样还是点击左边这个网站。那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page， 就是一个页面。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页面，点击这个。我们可以选择从模板创建，
或者说从一个空白的页面创建。有风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从模板创建。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用这个模板创建，你当然也可以先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点击这个按钮预览一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使用这个模板。好，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一个落地页取一个名字，取一个你的品牌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叫你好，我是有风。好，我们保存一下。好，这里面的所有的信息的话，它有点像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布局，里面的所有信息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下更改。右边的话，你看这里可以加上一些，比如说图片各种按钮还有等等表格之类的，还可以加我们的 paper。右上角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一下预览。这边的话还可以它的一个主题的一个颜色，我们也可以更改一下。这些都非常简单。你想要，比如这个你直接可以把它拖进来，它就差不多就进来了。不要的话，你点一下它，可以把它删掉。同样的话，这个页面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家也不要搞得太复杂，我们可以弄稍微简单一点。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些所有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先把它删掉。点一下它以后，点击删除。再点一下这个区域以后，再点删除。把所有这些复杂的东西删掉。我们需要我们的一个整个页面稍微简洁一点。好，这里的话可以打上你的一个落地页的一个名字，我们可以再直接打字，双击一下它。比如说我卖的是一个关于和 AI 相关的一个产品，我这里可以就输入一个订阅领取 AI 秘籍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你根据你的一个实际产品可以来进行一下更改。好，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加一些东西进来。比如说我们加一个表单吧，直接你可以把它拖进来。你可以用一个已经有的一个表单形式，也可以用一个新的。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新的。好，这里的话表单的一个名字的话，比如说就叫做一个注册。这里选择一个行为，比如说他点了以后，它会自动增加到我们的一个邮件列表。这里选择一个我们主要的一个邮件列表的名字。好，这里点击一个提交。好，我们这里先翻译成英文吧。这个地方的话和我们刚才是一模一样的，这上面的所有信息你都可以进行一下更改。这次的话，比如说这次我们提交以后，可能它需要一个新的动作，我们也可以更改。我们点击这个选项。好，这次的话我们就不表示感谢了。这次我们让它跳转到一个新的网站比如说跳转到我的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频道。OK， 就是它点击这个提交以后，它会打开一个新的网址。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到页面，点一下它。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邮件，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删掉。好，大概样式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效果，点击这个按钮预览一下。好 ，OK， 预览的话，这里有手机端的一个效果，那是手机端的一个效果，电脑端一个效果。好，我们预览一下，大概那个效果没有问题。回到这个页面，我可以点击这个发布。发布的后面需要英文中文它识别不了，我们把 URL 改成一个中文。好，我们点击发布。好，这里直接点击这个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里我们随便输入一些信息。这个落地页面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也创建好了。提交好以后我们可以来后台看一下，我们刚才提交进来的信息有没有进来。好，这个的话就是刚才有风测试的时候提交进来一个数据，说明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已经添加成功。这个地方是我们刚才测试数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点击这个网站，我们再来创建一个新的落地页，我们还是点击 Page。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Page。好，这次的话我们再来创建一个新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击右边这个创建一个，点击再来创建一个新的页面。这次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比如我选这个吧。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取一个其他这个名字的话你可以取一个，比如说你是卖课的话，你这里可以，它点击以后它会，如果你是卖课的话，你可以输入个你说这里是一个什么课。好，比如说这个我叫英语培训第2期，好，点击一个保存。这个页面和刚才一样，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更改，或者这个一样的。弄好以后直接点击一个发布页面。这后面的话一定要改一下，因为中文识别不了，点击一个发布。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闭这个页面。好，这就来到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个页面。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创建好的页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点击这3个点，这里有个获得它的一个地址，点击一下它，直接复制一下它。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表单页面。表单页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刚才我们不是点了注册以后，它会跳转一个 URL 的吗？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它指定一下，比如说提交到它的邮件以后，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一个课程页面。我们可以稍微编辑一下它，比如说我点这个编辑，这里的话选项的话，我这里就改一下，改成我们刚才的一个地址。好，改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保存退出。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我们这个页面。好，我们来看一下，点击这个第一个。我来看一下，点了以后它会不会跳转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名字，随便输入一个邮箱，特使 ，OK， 点击提交。好，这次的话，它已经跳转到我们这个新的页面了。那同时的话，我们的邮箱肯定也收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点击联系人，我们看里面有没有刚才有风这里有个测试，那就是刚才有风测试的这个提交。提交以后，它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一个新的页面。这个都非常的简单。那同时，用户的话，他也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同时的话，用户也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我们这里看到，这就是我刚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比如说欢迎一个欢迎的一个电子邮件。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来发一下邮件来试一下。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按钮 campaign， 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英语是不是这样读反正就是这个按钮，我点一下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创建我们的第一个邮件活动。我们点击这个创建我们的一个邮件活动。这里的话可以，第一个地方呢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话，它不会显示给顾客看，只是方便我们自己分类。比如说我这个叫做我这个邮件的话，它的内容是关于我们英语课程第1期的一个内容。它下面的话选择一个你这个邮件营销的一个类型。第一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类型。我翻译给大家看一下，点击右键，我用谷歌翻译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标准的话，它就可以定期发送一份一次性的邮件活动。第二个的话就是自动化，它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特定的一个条件来自动发送我们的一个邮件。第三个就是一个自动回复第四个就是一个对比测试，你可以多发几封邮件测试，看哪个效果好。第5个就是 RSS 触发，最后一个就是基于日期来发送电子邮件。比如说今天是顾客的一个生日，那我们可以给他发送一个特定的一个优惠过去，那它的一个转换率的话可能会高一点。弄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上面下一步。那我们选择我选的是第一个标准。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邮件列表，因为有风刚才把我的邮件列表全部放在这里面了，我选择它，再点击下一步。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邮件模板的话，它有3种创建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一个电子邮件设计师，可以里面有就像我们做网站的页面一样，里面可以加很多东西。第二个就比较简单，只是一个文字信息。那我们第3个的话就用代码，我们就先不用这个，我们用第一个吧。点击继续。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模板，我们可以来挑选一个来试一下。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随便选这个，你在选择之前可以先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比如这个就是这个邮件的一个效果，左边是电脑端，右边它是一个手机端的一个预览效果。比如说我们就选这个，我们就选择这个选择。模板的左边的话是模板的一个样式，这些基本模板，这里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模板，你都可以点开来看一下，都可以预览一下效果。好，比如我觉得这个可以，我就选择它。当然的话，你也可以从一个空白的一个邮件开始做。我有风建议大家还是用模板的话比较方便一点，我选这个。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发邮件发给别人，他的邮件上面显示的一个名字。那我的话，比如说就写个有风，这个邮件的话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来写个地址。第3个的话就是你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标题。比如说我的一个标题快速做网站比如说我的标题，这标题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话建议大家稍微花点心思去写，因为你标题如果写的不好的话，可能人家点都不点开你的一个邮件可能人家都不会点开这封邮件。
这里只是测试，我这里随便输一下，点击继续。好，这个页面和我们刚才一样啊，里面所有的一些消息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编辑。比如说这上面的也可以改啊，比如说上面改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改。你不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删掉啊，都没有问题。那弄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就点击这个下一步，这上面正在保存。好，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一个，它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些大概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的邮件标题是这个，我们的前置文本的话，你也可以编辑一下它，点击编辑，这里填入一个前置文本的一个信息，比如说我还是填这个，点击在后面这块可以点击一个保存，好，这里还是点击下一步，好，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前置信息的话也已经加进来了。啊，从哪里发出来的？从我的这个邮箱啊发出来的，啊发给哪些人啊？这里面就是我刚才已经选好的联系人。那地址的话，这里的话是必须要填的，因为 CA 的话它有规定必须要填地址。那下面的话就是一些跟踪的一些数据分析信息，我们这里建议大家把它勾上。那比如说有多少人打开了我们这个邮件，那我们需要统计一下，我们把它打开。那有多少人，比如说我们邮件里面有链接，有多少人点了我们的链接，那我们这也可以给它打开。啊，后面还有很多，这就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关闭或打开。这个关闭、打开，这里点一下就可以了。啊，这里的话可以定时发送。那比如说我要定时发送，在下个月多少号几点钟发送，那可以把它打开。这的话可以发送一个测试页，我们可以发送一个测试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那现在我打开我的一个邮箱，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的话它就是刚才测试的一个效果。好，这就是刚才有风做的一个邮件，它发过来的话，大概效果是这个样子。啊，说明我们这封邮件发送没有问题。啊，这个它会帮你检测你这个是不是垃圾邮件。那他说帮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啊，发件人的话经常。啊，他说发件人的电子邮件经常被滥用，我们用的 Gmail 邮箱。所以有风刚才在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那最好用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网站的一个邮箱，那你发送第一看起来比较专业，那第二个的话它也不会被认为一个垃圾邮件。那第二个的话，根据它的发件人那与接收标头不匹配，那可能也会被判定一个垃圾邮件，那我们可以稍微更改一下。那不然的话，你发过去的话，它就会被，比如说 Gmail 邮箱给你标记为垃圾邮件，那人家可能就看不到了。啊，弄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完成。好，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邮件定时发送的话，我们已经设置好了，它会在这个规定的时间，那比如说2023年12月17号帮我们发送出去。那发送好以后的这里有个报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报告里面看它的一些发送的一些数据。那因为我还没发，这里可能就没有，那我们还是返回一下。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编辑，啊，又可以重新编辑一下我们整个的邮件内容。那我也可以把它勾选，把它删掉。如果不需要的话，我就可以把它删除。C 这个平台的话，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邮件自动化，也就是说，当我们触发一个条件的时候，那 CA 的话，它会自动帮我们把邮件给发出去。这有风这里有一张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设置邮件自动化大概的一个流程。那先给大家过一遍大概的一个流程，那等一下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操作。那首先的话，比如说当发生这些操作之时，系统的话它会自动启动一个自动化。首先比如说有人在我们的一个网站或者在我们的落地页里面输入了他的邮箱，订阅了我们的一个信息，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增加一个触发器。那我们的系统的话，比如说我就可以给它增加一个标签，这个人注册了我这个网站，我把它，比如说他对 AI 感兴趣，那我可以在系统里面设置它的标签为 AI。这个时候的话，系统的话就会首先给他的邮件。那比如说你注册了好我的网站以后，我会马上向你的邮件里面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发送一封比如说欢迎的一封电子邮件。发送以后的话，我会让系统等待大概2天或者说5天的时间，我看它这个访客的话，他有没有打开我这个电子邮件。那这里的话分2种情况，如果他打开了的话，我们就往
左边 yes 进行下一步，如果没打开的话，我们就往右边 no 那进行下一步。那接下来的话，如果他没打开，2天后没打开，那我会给他发送第2封邮件，那再次提醒他，看他会不会打开。这发送的时间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发了，我不会马上又发，那我可能还需要等个5天。5天以后我再次给他发，发送以后的话，这里又要看他，又要分2种情况，他有打开或者没打开。如果他有打开的话，我就直接让他跳转到我们刚才的第1步，打开这个地方，跟他发送相关的邮件。如果他没有打开，没有执行另外一个操作，比如说他就可能就会把他的电子邮件从我们这个邮件列表中列出，因为我已经跟他发了2封邮件了，他依然没有打开，那我们就没必要把它放在我们这个邮件系统里面了。如果他打开了，我们就直接跳转到左边，又跟他发送。打开以后的话，如果他真的打开我们第1封邮件，那我们比如说又等个2、3天，再跟他发送第2封，比如说邮件营销的一个活动广告，看这一次的话他有没有促成一个成交，再接下来增加一些其他的动作，大概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接下来有风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操作。那首先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自动化，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那有风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自动化。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创建一个新的自动化。创建自动化的流程的话，它里面有预设的一些模板，里面有预设了非常多的一些模板，你可以直接选用来调用一下。比如说左边第一个从最开始制作，还有一些行业的一些模板，我们可以选你是属于比如说电商行业的，或者说一些卫生保健、健康、营养、娱乐等等，里面等等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系统，自动化的一个邮件系统。有风今天就给大家演示的话，从零开始制作，来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制作的。那我们先把这个关掉，我们点击创建自动化。好，这里我们选择这个第一个，从零开始创作。我们选择第一个，从零开始制作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邮件流程，点击这个继续。好，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触发器，里面有比如说左边的话也是一些行业的分类。我们比如说首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比如说从他订阅我们的邮件开始，我们选择第一个。这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列表，让它加到我们的这列表里面来。运行多少次？这个邮件自动化系统让它运行多少次？有风建议的话，一般运行1次的，差不多走1遍就可以了。你还可以对进入此自动化的联系人进行一个分段，你可以这个地方勾一下，可以对它进一步的一些做进一步的动作。这里的话我们这里先不选，我们这里选择这个开始增加开始。首先我们来到第一个流程，就是当有人注册以后，我们先给他打一个标签。好，我们来试一下。我们选择第3个联系方式，这里的话我们选择增加一个标签。当有人注册到我们的系统里面以后的话，我们首先第一步给他打一个标，方便我们自己认识。比如说我这个是 AI 相关的一个网站，我先打一个 AI， 我点击一个保存。好，第一个的标的话我们就打好了。第二个的话，我们会来判断一个时间。注册好邮件以后的话，我们选择一个给他发送邮件的一个时间。第一个标打好以后的话，我们接下来需要对他发送他的第1封邮件。我们这里选择第一个条件和工作流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个给他发送1封电子邮件。我们选一下这个，我们选择第一个发送电子邮件。好，之后这个电子邮件的模板的话，你可以取一下。比如说欢迎来到，可以根据你的品牌具体来定一下。比如说有顾客注册到你的网站以后的话，你第1封邮件一般会给他发送什么样的信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个预设的模板开始，也可以从我们之前的一个模板开始。我们这里选择一个从新的一个预设模板开始。好，这里它会跳转到一个模板的一个页面。这里有3种方式，第一个的话和刚才一样了，一个邮件设计器，一个文本。这次我们选择只要文本。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有风这里只是演示一个流程。我们点击继续。这里的话选择从零开始制作。这里的话取一个标题的名字，上面和刚才一样，你的发送过去的一个显示你的名字、你的邮箱，还有你的一个邮件的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邮件标题。邮件标题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写，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好，点击继续。
好，这里输入你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内容，这个一定要，这里的话一定要写好你的一个邮件内容，这个邮件内容非常重要啊。有风这里演示，我只是随便打2个字。好，我们点击下一步。好，这里和刚才是一样，这个是邮件的主题。啊，来自哪个地方？这里的话，我们直接点击完成。好，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发送的时间，马上发送，还是说一个计划发送？翻译给大家看一下。这可以选择立即发送，或者说使用预测发送。预测发送它就是利用机器学习。预测发送它就是用机器学习，那预测那收件人他可能最容易打开的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发送，那我们一般选择立即发送，不要点击一个保存。好，这里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自动化的话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的话我这里又会分，比如说我们跟他发送邮件以后，他有打开还是没打开 ，yes 或 no， 我们这里需要继续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好，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条件，那我们可以等待1天或者2天，加入一个等待时间，看这2天或者3天时间它有没有打开，然后我们再做判断。那我们点击这个等待，那这里可以指定一个等待的时间，比如说我看它2天有没有打开，或者说等到满足条件，一般选择一个时间吧。我设置一下2天。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设置，比如说我给他发送了第一封邮件，那我等他2天时间，看他会不会打开，那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判断。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个加号，这次的话，我们来跟他加一个 if else， 就是给他加一个条件。我们点击这个，那选择第一个，我们跟他形成一个动作。做的话，比如说他第一个的话就是他已经打开这个邮件，我们就选择这个 open 的话。然后在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好，这里会分2种。好，这里分2种，就是它 yes 就是打开了 ，no 的话就是没打开。那如果它没有打开，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动作，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它如果没有打开的话，我们就选，然后再给它发送一封邮件。比如选择这个，那也是选择一个发送邮件。那这里的话，同样的，这次你给他发邮件的话，你可以换一个邮件的主题和名字。这里一样的，那邮件的模板是用之前的还是重新建，这里随便你。如果你再发的话，最好发一个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重新建立一个模板。这个时候又要写一封新的邮件，那这个邮件内容就是，这里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那建议大家的话，还是可以重新认真写一封，你可以写一封不一样的邮件。那这里有封演示，我选中间这个。还是选择从开始。好，这次邮件的一个标题，这个标题的话，你们可以好好写。邮件的一个内容。这是邮件内容，那有风只是做演示，大概填一下就可以了。点击下一步。好，这里点击完成。好，这里点击一个马上发送 ，OK， 保存。好，这里的话也要设置一个时间。好，再给它加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因为你发送以后，你需要观察它2天，它有没有打开。我们还是选择这个条件。这里选择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我们选择第一个。这次的话你可以等待多一点，比如说等到5天，看它有没有打开，我们来观察一下，还是点击保存。好，这次的话我们同样继续点击这个加号，再来设定一个条件和再来设置一个条件和工作流程，再看它一个 if 或者 else， 我们点击这个。这里可以选择一个行动。这里我看它有没有打开 ，OK， 点击一个保存。这里又会分一个条件，比如说这次的话，它如果有打开，如果这次又要分情况，这次如果它有打开，我们可以跳转到刚才这个页面。如果它没有打开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移除我们的一个邮件列表。这个 no 下面的话，就是如果它没打开，那我们就把它移除我们的列表里面。好，我们就点击，这次我们就点击联系方式，然后这里就点击一个退订 ，OK， 点击一个保存，就相当于把它移除我们的一个邮件列表，保存 ，OK， 这一步的话就差不多就完成了。也因为我们已经跟他发了2封邮件了，但是他还是没打开，没兴趣，那我们就没必要再给他发邮件了。如果他这边有打开的话，我们就可以 yes， 继续等下返回到上面。这个时候的话，左边的话，我们这里也可以加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发送条件，发送了1封邮件以后，它已经打开了，那我们可以加一个时间段，比如说还是一个条件的等待时间，选一下，给它一个时间，等待的时间。这次我们选1天，等待1天后它打，就是第1封邮件打开以后，我们再等1天，要给它发送，或者最好多等几天，给它发送后面的一个
邮件营销的一个活动，可能你要销售你的产品，你要发送你的一些优惠。我们点击加号，这次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发送一个新的电子邮件，点击第一个，然后这里的话又创建一个新的，这次的话你就可以帮他销售你的一个优惠了，比如说双11活动 ，OK， 创建一个新的模板。好，这里的话也选择一个邮件的一个模板，你可以好好弄一下，因为这次这个顾客已经非常重要，他已经有意向了。那你在跟他发送邮件营销的时候的话，一定要写非常清，一定要好好的写一下这封邮件看能不能把它转化成我们的一个销售比如说双11来了等等等等。那有什么活动，你下面可以写出来，点击保存。好，这里点击发布。好，这里点击保存。好，这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我们跟他发送第2封邮件，他已经有点反应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点那个加号，让他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 yes 这个地方，让他和我们第一封邮件有打开这一圈和他们合并在一起，因为他有打开，说明他有兴趣。我们需要让他再回到我们刚才 yes 这里，点击这个加号。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条件或流程，选择这个 Go to。小度，关机，我们直接拖动一下它，可以，到那个加号这里，好放。好，这的话，它这个流程的话走到这里，它又会跳转到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们刚才发送第2封邮件这里，让它连起来，继续对它进行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创建流程，是一个自动化创建的一个流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不懂的话，你就可以去联系一下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客服。比如说你回到你的后台首页以后的话，比如说你回到他们一个后台这里全部弄好以后的话，我们就点击这个激活 ，OK， 点击它，这个的话就激活了。那我们这个流程的话就差不多已经创建好了。那如果你在创建这个的时候，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条件，里面都可以更改如果你要非常精细化的话，它也可以实现，只是说稍微复杂一点。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去联系一下他们的客服。如果你不懂的话，他们的客服的话好像也是随时都在线的，应该都找得到人。好，当我们的一个邮件自动化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到这个 Deal 里面交易，我们要让它进行下一步活动点击这个。好，这里就来到他们的一个 CRM 客服管理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系统里的话，对我们的客户再进一步精细化的管理。那这里叫你创建一个 pipeline 什么叫做 pipeline 如果你不懂的话，可以问一下 GPT。那我搜给大家看一下。好，我打开 GPT 后，我把这个发送给他。我打开 GPT 后，我发送，我说邮件中的 pipeline 是什么意思？在邮件中 pipeline 通常指的是一系列有序列的步骤和阶段用于管理和执行邮件营销活动中的一个流程。那这些步骤和阶段的话，构成了整个营销活动的一个流程从创建邮件的内容到发送邮件到跟踪客户的一个反馈等等。那这里面的话有一些关键的步骤。比如说首先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还有一个受众定位、内容创建、电子邮件发送等等，还有自动化后面的话它还可以对我们的整个流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这一步的这个 CRM 也就是客服管理的话，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点击创建一个新的 pipeline这里可以取一个你的一个流程根据你的情况取一个名字这里可以选择一下翻译给大家看一下。那你可以设置一个，比如说分配的方法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手动分配还是一个循环这里可以团体的话，你团体可以访问，还是说只是哪一方面的一个管理可以访问？这个默认的一些交易的一个币种，我们选择美元或者等等的可以。好，弄好以后点击增加我直接翻译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联系，第2个的话可能在联系中，第3个的话可能需要一个跟进。那我们可以点击上面这个增加一个，这叫增加一个舞台吧。这里可以选择一个颜色，那你可以跟它取一个名字。比如说你需要电话跟进的，我可以打一下，可以
我可以自己再加一个这个需要跟进的一些内容进来。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个交易，增加一个这个，如果你不要的话，直接点击这个设置按钮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删除。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增加一个第二进来。那这个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你的一个交易的话取一个名字，比如说叫什么英语3天培训课，价值多少钱，你可以写一下这个是谁创建的这个 pipeline 也可以写一下。OK， 下面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默认了。这里可以描述一下你这个 deal， 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一个邮箱，这个地方还是非常重要，邮箱一定要记得填进来一下。好，这里增加进来 ，OK， 好，这里点击一个增加一个联系人的名字，填进来，然后这里增加一个 deal， 好，这个的就差不多加进来了。当然这个的话你可以更换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拖到这里面，这个可以直接进行拖动的，你想拖到哪里就可以拖到哪里。翻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直接拖。你可以直接拖到上面，标记为丢失也可以标记为比如说你这一单已经成了，你可以把它拖到最上面来。那我还是先把它放到最左边来吧。我还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它里面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笔记、文件、电子邮件。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跟它增加一个任务，比如说要求的话就是需要打电话，这里选择一个称呼电子邮件谁分给谁来处理，这里可以选一下这个日期可以选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分配到后面，你需要他在20号的时候，需要我们这个员工去跟进一下，你这可以选择20号。好，这里点击保存任务。好，这里就需要，比如说提醒他在20号左右打电话。OK， 这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勾，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完成的一个情况。预期任务是有几个，没有分配的有几个，即将马上要到来的任务有多少个？这下面就是一个我们之前下一步行动是在3天后给他打电话，这个可以提醒一下他，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回到这个界面。OK， 的话就是有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AC 的一些大概使用的流程。那其实你看着有风操作可能有点复杂，如果你第一次接触一个邮件营销的话，那可能会有点懵，那没有关系，你们接下来可以跟着有风刚才的步骤来实际操作一下，操作一遍呢就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这个主要就是一个邮件自动化的一个系统，那可以帮我们节省非常多的一个时间，一切让它全自动运行。只是我们在第一次设置的时候，那有点复杂，我们要设置流程，设置一个我们邮件的一个模板，那后面的是完全的是全自动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强烈推荐需要做电子邮箱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用 AI 建站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关注有风这个频道。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那有风看到的话，如果懂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那本期用到这个网站的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那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看着有风的教程，一步一步跟着一起来实操一下。那你想1000遍还不如做一遍，做一遍以后就感觉非常的简单了。